你平常会很在意分数或数字吗？如果你很在意哦，那在这个追求数字的过程，你觉得自己有快乐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数字病吧。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你平常习惯把生活中的大小事都打上分数吗？今天吃的餐厅可以给到85分，看的电影呢也有80分，但是约会对象迟到先扣个10分。我们通常认为数字客观又理性，生活当中呢也习惯透过数字来跟别人互相比较。从学校成绩、社群粉丝啊、存款的金额，只要有数字哦，什么都可以比。虽然落后别人会觉得有压力哦，但一旦高于平均，又会给我们带来自信。所以大家呢都要想办法维持自己的分数不掉下来。不过，来自北欧的经济学教授麦可跟海里格却说，这种大众集体对于数字成瘾的状况，不但会让人不幸福，甚至会拖累我们的表现。他们出版了一本叫做《数字动物》的书哦，中文书名呢翻译成叫做《数字病》，讨论数字如何控制我们的生活，左右我们对于自己以及事物的认知。习惯把事物量化不好吗？经常用数字做比较，又会对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数字病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觉得做网站很难哦，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用过 Odoo。Odoo 是一站式管理公司业务的全能软体，他们提供免费的网站制作模组，功能非常的齐全哦，可以满足不同工作族群的需求。举例来说呢，如果你想要帮公司架网站哦，只要花几分钟按一按 ，Odoo 就能够做出专业好看的品牌网站，让公司的曝光率 up。如果你是自由工作者 ，Odoo 呢也可以做出吸睛丰富的作品集，让你接案接到手软。如果你是旅游部落客 ，Odoo 的后台也可以轻松的编排影片跟文字，还支援手机编辑，让你玩到哪写到哪。有兴趣的朋友，马上点击资讯栏的连接，赶快去试用吧。数字从很久以前就已经进入了人类的生活。根据考古学研究，人类的祖先呢，大概从3-4万年前就会在骨头上面刻下痕迹，做成计数棒来数数，记录呢村庄有多少人啊，这个牲畜呢有多少只。而随着数字的出现，人类也发展出贸易啊、定义时间，开始组织能跟彼此紧密互动的社会。另外，除了实用计算呢，人类也对数字赋予了很多的抽象意义。比如说，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主张数字也有性别，奇数是男性，偶数是女性。就连现代研究都发现，很多人会倾向帮数字区分性别。当你给受测者呢看一堆身上有编号的婴儿，猜测他们的性别，结果呢编号是奇数的宝宝被猜为是男婴的这个几率会比较高。另外呢，在一些宗教里面有特定的数字还具有特别的神性，像是对于基督宗教来说，3跟7都是神圣的数字，三位一体，上帝花了7天创造万物。再来呢，研究也显示我们的大脑会对不同的数字有不同的反应。奇数会给人特立独行的感觉，像是7呢听起来就很酷有特色，而相反的呢，偶数则会给人家比较好相处的感觉，特别是2啊、4之类容易被整除的数。作者指出我们的生活到处都是数字，而在这种什么都能够被量化的时代，人类呢也开始会用数字来定义自己的形象，然后再拿这些数字去跟别人比较还有竞争。作者呢在书中提到，相较于经验本身和主观无从比较，数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可以拿来比。举例来说呢，同样都是出国玩哦，大家遇到的人数都不一样，很难比较谁输谁赢。但如果我们把照片都发到网络上面，我的贴文有1000个赞，你的只有10个赞，那就高下立判。我的旅游经验一定比你更好。那从这个举例以此类推哦，我们从身材、长相啊、人际交往、学习或工作能力，几乎生活的每个面向，只要冠上数字，就通通可以比。导致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越来越受限于数字怎么说。那有研究就指出，人类光是看到数字就能够影响大脑的多巴胺分泌。当你觉得自己账面上的数字比较多时，像是按赞数飙高啊，股票看起来赚很多，你可能就会开始兴奋，自我感觉良好，对外界的同理心下降。反过来讲哦，数字看起来比较漂亮的人呢，就比较容易陷入自卑的情绪。除此之外呢，人类也常常会用数字这个框架去定义别人的形象。就像呢，在学校的时候，考试数字高的学生呢，通常会给人负责任啊、勤劳的正面形象；成绩比较不好的学生呢，则容易被贴上摆烂啊、不用心之类的负面标签。人际相处上呢，我们会想要靠近数字好看的人，回避数字表现差的人。同时呢，大家也开始热衷于各种技术的小工具来帮助我们记录数字。不过话说回来哦，这么在意数字，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表现吗？
现代人喜欢用各种小工具来测量自己的数值，像是运动手表呢会记录你今天跑了几公里啊，走了多少路；手机 App 呢可以帮助你记录睡眠、阅读量跟伴侣交往的天数等等。不少人觉得，如果我们能够随时的监测数字，那从事这些活动时表现应该也会更加出色。不过呢，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一个跑步实验，这个实验呢把受试者分为记录数据组还有反正就跑组。在短期内呢，记录数据组的这个跑步表现确实会比另外一组还要好。但随着观察的时间拉长，这些在意数字的人，他们持之以恒的状况却比不上那些根本不记录数据的反正就跑组。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当我们意识到现在在从事的活动有进行量化记录时，我们从事活动的内在动机就会被改变。也就是说呢，你一开始可能是为了让自己放松而跑步，但要是有数字介入你就很容易呢会变成为了追求数字而跑。长期下来呢，跑步的趣味性就可能降低，你甚至会开始烦恼自己为什么无法持续的突破特定的数字。因此，作者建议除非你的身体状况因为疾病等等的原因需要随时的监控，否则一般人呢不需要随时都开着这些技术工具。而且这些太在意数字的习惯呢，甚至还会改变我们自己呢对于生活的这个体验，把一切都扁平化。刚才提到，在什么都能够被量化的时代呢，打分数变成了一件很直觉的事情。我们不只会帮自己跟别人打分数，也习惯帮生活当中的所有体验都打上分数，像是旅游住的饭店、最近看的这个电影啊、新光顾的餐厅，通通都可以被评分。那关于这点呢，作者认为评分确实可以让你在跟别人沟通时，快速的让对方知道你的偏好。比如朋友问你这部电影好不好看，你说呢满分5分只能够给2分，那对方呢大概就可以猜到你不太推荐这部片。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量化评分的缺点就是它会把实际上面复杂的经验扁平化，甚至影响到你对于事物的感受。作者举例他曾经因为出差免费入住一间平常负担不起的高级饭店，整个过程呢都让他觉得非常的兴奋，觉得大开眼界，他迫不及待要在结束后跟家人炫耀一番。但就在退房后呢，饭店传给他一张评分表，要他从整洁啊、餐点服务等等的各方面评分。他最后呢给了这间饭店的综合分数是8分。结果回家之后呢，家人问他饭店怎么样，他也只回答是一间8分的饭店，然后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因为他突然觉得8分的东西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那当我们把一个明明很丰富的经验化约成一个简单的数字之后，一切就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久而久之我们对于各种事物可能就会呈现比较麻木的状态，我们也会觉得呢越来越不幸福，生活好无聊。而且这种什么都要给评分跟看评分的习惯呢，也可能会诱发我们对于探险以及未知经验的恐惧。比如路过一间看起来不错的餐厅，但网络上面找不到评价，那就先不要吃好了，以免踩雷。总之呢，作者观察到很多人都很依赖数字，没有数字就不能够安心。但同时我们好像都忘了，数字在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也不一定能够反映真实。大家之所以信任数字呢，主要是因为数字比起其他的语言给人的感觉会更加的精准跟客观。不过作者呢在书里面就提醒数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正确。首先呢，在有人为操控的情况之下，数字很容易被篡改跟误植。但麻烦的是，研究发现当人们看到富有数据的资讯时呢，不管数字是不是真的，大家通常都懒得再验证。也就是说呢，数字的存在反而会降低我们的思考深度，甚至成为假讯息的手段。再来呢，数字也很难反映出完整的事实。举例来说，有个老师的学生满意度是60分，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不上不下、普普通通的老师，但说不定实际的情况是，有一半的学生给他超高分，另外一半的学生给他超低分。学生呢，要么爱死他，要么超讨厌他，所以他才不是什么平庸的老师。又或者说呢，当学者告诉你美国有世界上面最多的连续杀人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美国超危险，但实际上呢，很有可能其他国家根本就没有这类的相关统计。而最后呢，也是作者一再强调的，当我们在给经验或事物评分时呢，数字更是一点都不客观，而是会随着当下的情境有所变动。同一碗面呢，平常你会给它3分，但要是先让你饿一整天你大概会觉得它超好吃，满分都不够。因此，作者也建议大家数字虽然很好用，但若非必要，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方向的参考就好。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虽然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可能会让人觉得这2位作者很讨厌数字，但其实他们有强调说，在很多时候数字都是人类的好伙伴。
身为经济学教授，正是因为他们非常喜欢重视数字，所以才担心大家被数字给操控。而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全面的取消数字，而是想要提醒读者们不要被数字定义了人生。那说到被数字定义我们团队也超级有感。作为创作者的我们呢，每天都要面临各种的数字，像是订阅数啊、按赞数啊，还有留言数等等。那当然，数字表现呢，可以很直觉的帮助我们抓到观众的喜好。比如，我们可能可以发现，只要做某种类型的影片呢，观看数都会特别的高。但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数字其实无法量化所有的价值。有些主题可能相对的小众，观看数或者留言数都比较少，但它讨论议题却可以给部分的观众带来共鸣或是疗愈。那对于我们来说，到底要怎么样选择，确实常常会陷入考量。因为老实讲，我很难不在意数字，毕竟呢，它真的很好用，而且很现实。当所有人呢都用这来评价你的时候，要完全不受到影响，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本书是一个很棒的提醒。我们也希望呢，借着这个机会，让更多人一起看到数字之外的价值，或是避开数字的陷阱。那如果你也曾经呢陷在数字里面，非常推荐你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哦。那么接着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是个习惯把所有事情都用数字来量化的人吗？是，打分数很好用哦，可以节省很多的沟通成本。B 不是每件事或者经验呢都很独特，不会想要特别的用数字去评分。自己看情况，有些事情呢我坚持一定要有数字。第其他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数字病。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倦怠社会以及无手机恐惧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